今天是和顾怀认识1周年，我给他准备了个惊喜。要不今晚就不回去了吧？姐夫，你就不怕姐姐知道我们的事吗？她又不是你亲姐姐，一个落魄千金，工作都是我介绍的，就算发现了，又怎么样？他手里不还有他那个死鬼老妈给的遗产吗？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能看得上她？谁？姐夫，没人呢。姐夫，是不是看错了？没人，那就把刚刚没有办完的事情办完呗。别在这儿了，这么多人呢。在哪做不都一样吗？你不怕被安明熙看见啊？哎，提他干什么？跟死鱼一样，死鱼一样。谁？谁在里面？再不开门，我踹了！小叔啊，衣衫不整，注意点你的行为。小叔，要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哦，对了，小叔，今天这事儿你就别跟明熙说了啊。顾总，你还单身吗？什么？顾总，你也觉得我是死鱼眼吗？你喝多了吧？早点回去休息。顾怀，既然你对不起我，那就别怪我了。对不起，酒后失态，顾总不会介意的，对吧？喂，小叔叔，宴会快开始了，一直没见明熙，你见没见到他？我没有。谢谢顾总。以后不要再玩我。顾总，明熙自有一盾，不像钱钱小小的年纪就撑起了我们安氏，他如今到你们那儿去做助理，还请顾总多多指点呐。安伯父，您放心，明熙呢是我亲自介绍给小叔当助理的，就算他不看僧面看佛面，怎么着都不会亏待明熙的。那就好。你和明熙3个月后就要办婚礼了，怎么还叫安伯父呢？对，明熙对于婚礼，你有什么想法？姐，你爸都不爱你妈了，你妈还不离婚，真够不要脸的。是你妈勾引我吧？你妈才不要脸！妈要是不靠着我妈的钱，现在还怎么活呀？你妈的钱干净吗？你妈的钱干净，你妈的钱干净，可是她只留给你啊！你说，要是你死了，那遗产该留给谁呢？救命！救我！救命！救命！
我欠他的，一定会还的。明熙，明熙，你怎么能欠我的呢？我们俩明明是真爱啊！啊，顾怀，当着大家的面，我想问问你，你是真的爱我吗？我顾怀发誓，这辈子只爱明熙一个人，否则天打雷劈。我不管，就让你发誓，这辈子只爱我一个。好好好，我顾怀这辈子只爱安明熙一个人。顾怀，难道你不知道吗？如果失智交叉发誓，就证明心意不诚。那些都是迷信了。哼，你一个堂堂大学生还信这些？顾怀，你怎么了？没事儿，没事儿。顾总早。安助理，我纸巾。小叔叔，先去那边。哦，进来。小叔，我最近看好了一个科研项目。需要投资多少钱？5000万。你上一个项目已经亏损了8000万。对不起嘛，小叔叔，我也是想为公司多出点力嘛。下午去找财务，让他给你拨款。小叔叔，你同意了？嗯。小叔，你是藏了什么人吗？顾怀，不该问你不要问。哎，小叔，你这是金屋藏娇了。你放心，小叔，我的嘴巴最严了。嗯，哎，走了。喂，张总。好。我和顾总在一起，我们马上过去。谁？是北城项目的张总，约您一起吃饭。换件衣服，你跟我一起去。好。哎，好，郭总，来找一个。安小姐，你让我查的东西，我查到了。哎，安助理，安助理，张总，来陪我喝一个。张总，安助理是女孩，喝不了酒。谁说我不能喝？来，张总，干一个。嗨。张总，最近不是在谈北城那个项目吗？不知道张总能否顺利拿下呀？哎，小事一桩，包在我身上。哎，不好意思啊，我去补个妆。哎，安助理。谁？是我，安明熙，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小叔叔，你劝我不要玩火，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做好你自己。既然我的妹妹可以和你的侄子在一起，那我们为什么不行？
继续结婚吗？我欠他的，得还。我一直都只是复仇的工具。我不知道我究竟在做什么。给我也抽一口。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家。顾海，为什么这么对我？为什么？安助理，你仔细看清楚，我是谁？顾海，我哪里不如姚芊芊？为什么选他不选我？我有这么差吗？安明熙，你仔细看看我是谁？顾总，对不起。姚芊芊，他安明熙不过一个工具人罢了，你舍得这么对他？怎么会不舍得？没了价值就扔了呗。讨厌，你干嘛？好了，安助理，你怎么了？安明熙，你到底要干嘛？我改变主意了。安明熙，你这可是在玩火。你不是让我做自己吗？这就是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对安明熙动手啊？再等几天。如果安明熙真的是没有办法从顾墨谦那里偷到商业机密的话，再动手。那你到时候打算怎么做啊？让他生不如死。小叔，我赔了，5000万都没了，你罚我吧。算了吧，5000万又不是赔不起，就当做学费。小叔，你不怪我。人都是会犯错的。小叔，我犯了这么大的错，你居然都不怪我。小叔，你太好了吧。行了，去做事吧。好。小希，妈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安氏破产这么多年了，你爸一直都不死心，现在他又勾搭上了那个暴发户，以后他怎么会管你？妈妈，放心，我有顾怀。对，有顾怀。还有妈妈留给你的遗产，相信我的宝贝会幸福的。妈，妈妈，我们都看走眼了，男人真的没一个好东西。明熙，我们都认识1年多了，你今天是不是可以陪我来？今天不行。啊？为什么？我亲戚来了。哦，来亲一个，先亲一个。喂，哥哥，你快来啊！好，
我马上过去。宝贝，不好意思啊，我生意上出了点问题，我得去处理一下。你乖乖等我。你喝酒了，我开车送你吧。嗯。姐姐，姐姐，姐夫，借我用一下。公司有需要。我去处理一下。哟，这位不是我们的安大小姐吗？怎么现在跟条狗似的呀？李小云，你们李家曾经差点破产，是我让我妈拉你们家一把，你不知道感恩也就算了，还如此羞辱我。到现在你还有脸提？现在安家做主的可是我们芊芊，我凭什么要给你脸？哇，顾总和芊芊好般配啊，他们跳得真好。怎么样，我们芊芊和顾怀相配吧？顾怀是我男朋友。是你男朋友又怎么样？现在不照样跟我们芊芊打得火热？那是为了生意。那你说，你这个男人会不会为了生意爬上我们芊芊的床呀？你这个贱人，你居然敢打我！打的就是你这个趋炎附势的小人。你这个贱人，你也就敢在我这里撒撒泼！我告诉你，你永远也比不上我们芊芊。事业上是，男人更是。别喝了。小叔叔，你看，你的棋子似乎不受控制了。那就毁了吧。那他的遗产呢？人都废了，想要遗产还不容易？我是不是很可笑？你别再喝了。我们什么关系？你凭什么管我？他不值得你这样。宝，少喝点儿。小叔，什么时候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大家见见？管好你自己。姐姐，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喝点水解解酒吧。走，我扶你去休息休息。你没事吧？好热。好热。很热吗？嗯。那我去倒杯冷水啊，等我。好热。热。成了吗？那么烈的药，怎么可能不成？去吧，便宜你了。放心吧。
怎么，姐夫这是心疼了？心疼？你开玩笑呢你？等拿到安明熙的遗产，我们就一起联手打败顾墨谦。到时候你顾怀就是全球第一企业的董事长。而你要芊芊代理安氏，从全球第2变成全球第1。怎么办啊？我还有点迫不及待了呢。哦，是吗？小宝贝儿，嘿嘿。救命！你谁？救命！来，姐夫，爸爸说找姐姐有事情，但是他电话一直打不通，你知道他在哪儿吗？哦，他在休息室呢，我带你过去。好热！哎，热！怎么回事啊？安明熙，姐夫，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走走走走，怎么回事？你也跟上去。安明熙，你这个女人竟敢给我戴绿帽子！姐姐，哎，快看，你和姐夫马上就要成婚了，现在做出这种事情来，就是，真是把我们安家的脸都丢尽了。这可真香艳呢！小云，还是这你怎么会在这儿？哎，你看真香艳！哎，你看真香艳呢！哎，给我滚！哎呀，哎呀，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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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奇怪，人呢？好热，热，好热。先别说话。什么声音？芊芊，这个安明熙跑哪儿去了？怎么想他了？我想他干什么？我是怕他给我闯祸呀。喝了那种药，能闯什么祸呀？也是。所以呀，等着看好戏吧。他们在外面，小声点。讨厌。阿怀，休息室里，是不是你想说啊？不该看的不要看。小叔，那窗帘后面是谁啊？不该问的你也别问。小叔叔，小叔叔也是你能叫的吗？顾总，我姐姐刚刚喝多了，在这儿休息呢。您看到她了吗？小叔，是安叔找他有事儿，你看到他了吗？我没看到。那窗帘后面，顾怀是在找我吗？宝，是安伯父找你，他说有急事儿。是吗？是啊，姐姐，也没多大的事儿，就是爸看咱们这么晚还没回家，催咱们回家呢。啊，这样啊。
你先出去整理好之后再回来。那你呢？我有他。小叔叔，你真行。安明熙，你刚刚不在休息室，你去哪儿了？休息室太闷了，我出去透透气。你胡说！你明明就是……我明明什么？没什么。我明明喝了你下的药，是吗？什么药？安明熙，你少污蔑我了！从小你就欺负倩倩，真是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你没资格说我妈。妈，安明熙，你居然敢打我妈！要是让顾怀看见你如此不孝，他一定不会娶你的。不娶我，难道娶你吗？妹妹就这么想做我的接盘侠？不过可惜了，这是我妈去世前为我定下的婚约。就算妹妹再想要，就算烂到泥里，我也绝不可能让给你。妈，妈，安明熙，从今天开始，不许再为顾怀流一滴眼泪。男人什么的，果然只能玩玩而已。之前那5000万顺利到账。这么说的话，加上之前的7000万，又是1个多亿了。所以接下来又准备拿下谁呢？他可是顾墨谦的亲信。亲信，再亲，能比前亲？我就不信，1个亿还撬不动的。哎呀，你说这顾墨谦要是知道这些年所谓亏损的那些钱是用来收买他身边的人，他会不会被气死呀？能气死最好，气不死，我有办法让他死。我很好奇啊，这顾墨谦小叔叔对你那么好，这些年你挣了那么多钱，他也没给你翻脸，你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呢？小叔叔，他不过是我爸捡回来那个野种，我亏的是我们顾家的钱，他有什么资格跟我红脸？哎呀，也不知道这顾老爷子当年怎么想的，这硕大的家产怎么就继承给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怎么没有血缘关系啊？您的意思是北辰的那块地怎么样啊？你放心，那可是我为他精挑细选的烧金地，绝对没问题。合作愉快，张总，来陪我喝一个。合作愉快，顾总，哈哈哈哈哈！吃。安助理，这个是北城那块地的项目策划书，是顾总一早要的。您现在是顾总唯一的特助，麻烦请您转交给他。好的，谢谢小美。进。顾总，北城的项目书。哦，对了，晚上约张总吃个晚饭。是，小叔叔。安助理，你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如果我说纯粹是床上的快乐呢？怎么，顾怀满足不了你？他哪里比得上顾总？外人都说顾总不行，可明明……够了。好的，顾总，这就去约张总。小叔叔很行，我很喜欢。哼。安明熙，这可是你要自己玩活的。怎么了？闷闷不乐的。这几天我总感觉安明熙不太对劲。你说前2天安明熙到底有没有被？想知道啊？试试不就知道了？是。你不是说他很保守吗？你可真坏。顾怀，放开我！宝，你姨妈走了吧？那天的事是不是可以继续了？什么呀？当然是夫妻之间应该做的事了。那不是应该留在新婚宴吗？明熙，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事无成，没有小时候有吸引力啊？怎么会呢？我是你未婚妻啊！你不信任我？信。那我们……我先去洗个澡。好。你快点啊，宝。
小叔，救救我，快救救我！救你！小叔，我和顾怀在和平酒店306房间，你过来接我一趟好不好？那是你们情侣之间的事，跟我无关。你真的舍得让我被顾怀碰？宝，洗好了没有啊？宝，快了，快了！宝，你今晚真美啊！3、2、1。喂，小叔啊，什么？你要带我见重要客户？可是，都这么晚。没关系，工作重要，我陪你一起去。好，小叔，我现在就过来。宝，还是你最好了。哼，男人，你的名字叫表里不一，我让你欲火焚身。各位老总，感谢你们对我顾怀的信任，我保证这个项目一定赚钱。小叔不是说在忙，让我自己看着办吗？我是为我侄子而来，与你无关。哼，小叔真是口是心非，电话里那么冷淡，嘴上说不管我，可转身就把顾怀赶走。小叔该不会是无比在乎我，又不好意思承认吧？你可知道玩火的后果？哼，不知道啊，所以想试试。顾怀喝多了，今天先到这儿吧，我们改天再聚。好，行，你赶紧回去。走吧，我送你回家。好啊。小叔叔，怎么办？我有点走不动路了。安明熙，你可知道，你一直在玩火？什么是玩火呀？感觉怎么样？小叔，今天谢谢你。还有哪块不舒服？哦，对了，小叔，明熙呢？他人呢？他早回去了。我给他打电话问一下，看他到家了没。糟了，哪来的声音啊？这怎么又关机了呢？刚刚谁明明在床下呀？奇怪，刚明明有声音的呀。你肯定是听错了，赶紧早点休息吧。哎，不，我快憋死了，我上个卫生间。别闹了，快走。哼，小叔，是有人来了吗？没有，是我准备要走了。你笑够了吗？嗯哼。上车。去哪儿？都这么晚了，就去小叔叔的家里，或者这里。怎么，刚在酒店里，顾怀没有满足你吗？小叔叔这是吃醋啦？系好安全带。今天你生日？是你的生日。没想到还有人会记得我的生日。谢谢小叔叔。我警告过你，不可以叫我小叔叔。小叔叔，小叔叔，小叔叔。安明熙，你可要想清楚了，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结果？我没听错吧？顾总想要和我有个结果，我马上就要当你的侄媳妇了。顾墨谦，我们不会有结果的啊。我生日为什么不能让着我点？
韩明熙，所以在你眼里，我只是你复仇的工具吗？生日快乐。我过生日，做叔叔的怎么能只送一个生日蛋糕呢？韩明熙，好，顾总，所以顾总能不能再陪我看一场电影，就当是我的生日礼物？你的生日已经过了，就陪我看场电影嘛，小叔叔。好，我去买票。顾怀，最近上映的这部爱情电影啊？宝，最近比较忙，看电影就不看了吧。果然忙什么的都是借口。你不是要看电影吗？谢谢小叔叔。别闹。哎呀，来电影院不就玩刺激的？干什么呀？这么多人呢？没想到我第一次和顾怀看电影是在这种情况下。先看电影。小叔叔，真的不想和我试试吗？怎么，不敢吗？小叔叔，小叔叔啊，你这是在约会吗？你没想到你玩的这么花呀！别动。电影散了，我们一起吃个饭。先看电影。好。你干什么？怎么？刚才不是一直在勾引我吗？你先放开我，你就不怕被人看见吗？小叔叔。再叫我声小叔叔试试。这次是你在玩火。放松。待会儿带你去吃米村拌饭。小叔，你这玩的挺花的呀。小叔，什么样的女人值得你如此藏着掖着？跟你有关系吗？该不会是什么大明星吧？你是不是很闲呢？没有，要不我们几个一起吃个饭？没空。那行，那我跟芊芊去了，就不打扰你了。哦，对了，还没擦干净呢。你可以走了。怎么，点了火就想走？你，小叔叔不会不行吧？怎么了？芊芊，你说刚才那个人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啊？
你说他是？阿怀，你是不是猜错了？顾墨倩怎么可能看得上明熙那个女人啊？可能最近事情太多了，心神混乱了。是，那要不要我带你放松放松啊？好啊，走。这是阿明熙的。小叔，那窗帘后面是谁啊？不该问的，你也别问了。我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看他到家了没。哪来的声音啊？小叔啊，小叔！阿明熙，竟敢骗我！该死！阿怀，如果顾墨倩金屋藏娇藏的真的是阿明熙，那阿明熙真的是帮了我们好大一个忙啊！什么意思？顾氏总裁和他的侄媳妇在一起了，那可是天大的丑闻呐！你说，顾氏总裁这个位置还保不保得住啊？既然他们俩那么想在一起，那我们俩就帮他一把。喂，张总，帮我个忙呗。顾总，这可是公司啊，你这样拉着我，是不是不太妥啊？刚才张总打电话说北城项目那边出了点事，现在需要立马过去一趟。你跟我一起去。顾墨倩，安明熙，一路走好啊。张总也真是的，这么小的事还要顾总亲自出马。城北这个项目牵连甚广，去一趟是不容易。顾总真是这么想的吗？啊？我怎么觉得顾总是想创造和我独处的机会呢？安明熙。顾总，这次来北城，我订2间房，我就住你隔壁。这是你的房卡，有急事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是吗？那你今晚就……偷欢这种事，做多的是要遭报应的。那你早干嘛去？怀少，究竟是来捉谁的奸呢？能不能事先透露一下？说了是捉奸，主权是谁？自然现场解密才刺激。还是怀少会玩？怀少，你不会耍我吧？闭嘴！看来好戏在对面啊。顾墨谦、安明熙，我要你们身败名裂！这小叔，你们是想死吗？哼，小叔，这么大火气，是有人满足不了你吗？顾怀，带着你的这帮人滚！小叔，我来都来了，为什么不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呢？滚！小叔，明熙呢？你要找对象，回自己家里去找，带着这群记者到我这里来发什么疯？我听说小叔叫明熙来你房间，所以我想问问小叔，他在不在？我只是他的上司，不是保镖，我没必要大半夜的喊他来我自己的房间讨论公事，自毁名声。那小叔，你知道明熙在哪儿吗？你不会自己给他打电话吧？好啊。小叔，这声音好像是从卫生间传来的呀！啊，想死就尽管进。小叔，我找我宝，你没有权利阻止。
人呢？人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人呢？顾怀，你闹够了吗？小叔，对不起，误会你了。误会？今天有人给我打了匿名电话，说你跟明熙的关系，所以我一时着急，对不起。下不为例，带着他们赶紧滚！好，滚！安明熙，你究竟躲哪儿去了？你，顾怀，你去哪儿了？我刚吃完饭下楼消食。你手机怎么在你那儿？在小叔房间找到的。顾总，哦，卫生间找到的吧？啊，就是我跟顾总在讨论北城的项目，当时打个电话，原来在你那儿，我找半天了。难道我猜错了？你去门口站好。待会儿他们进来，你就直接站门口。好。没想到小叔还有这运筹帷幄的能力。小叔，这声音好像是从卫生间传来的呀。安助理的演技也不错。那顾总觉得怎么样嘛？挑这个时候叫顾总，你是故意的。不过如果安助理喜欢的话，我乐意奉陪。小叔也觉得这样很刺激吗？安助理玩的这么刺激啊！不过某一天顾怀如果真的发现了的话，你打算怎么办？我是顾总的下属，自然听顾总吩咐。顾总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会不会是你看错了？耳环是不会骗人的。到底是怎么回事？绝对有猫腻。难不成这安明熙和顾墨谦搞到一起了？怕什么？游戏才刚刚开始。顾总，这是您让我整理的报销单，请您过目。放那吧。怎么，还有事吗？我是想问顾总，下次我们一起出差，要不就订一间房，不然真的太浪费了。安助理，这可是上班时间。我也是正经的跟你沟通工作呀。我怕你是想玩点更大的吧？顾总，这里是办公室。明熙，这周六我生日，我们一起去玩好不好？好啊。好，那好，我去准备。你故意的吧？顾总这是吃醋啦？我是没想到啊，安助理可以把两个男人玩得团团转。顾总的意思是迷上我了？安明熙，你如果自己要玩火，我可不会管你。果然没扔，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姚倩倩，怕了？我只是怕顾墨谦不敢来呢。有他们在，他会来的。明熙，这周六我生日，我们一起去玩好不好？好啊。
按我给你说到的位置来，一个人来。打电话给安明熙。打电话给顾怀。小叔啊，我们呢刚刚在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一把，选择这个大冒险玩，你不会生气吧？小叔，今天我生日，别生气了，好不好？下不为例。既然都来了，那大家们一起玩。坐。小叔啊，你好像很喜欢明熙啊，一听说他有事儿，就不顾自身的安危就跑过来了。顾墨倩，你喜欢上我了吗？喜欢？不是你让我好好照顾他的吗？安明熙，你清醒一点。顾墨倩那样的人，怎么可能喜欢你呢？真不愧是我小叔啊，照顾的都如此周到。阿怀，哎，今天你生日，要不然我们玩点刺激的？一会儿我们男生一波，女生一波，把这2对耳环分别藏到各自的房间里，然后我们交换房间寻找，找到一对耳环的男女，就做一夜的假情侣，好不好？是我丢了一只的那对耳环，怎么会在姚芊芊那里？天哪！哎，那我们岂不是可以做顾总或者怀上的女朋友了？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芊芊这个主意不错，刺激。小叔，你觉得怎么样？这耳环一定有猫腻，看看他们要搞什么鬼。没意见。芊芊，你平日最了解怀少了，你猜猜他到底把耳环藏哪儿了呀？阿怀平时最懂情调了，我猜他肯定藏在枕头下面了。姐姐，你平时和顾总那么亲密，应该知道他的心思吧？我可不像妹妹，对别人未婚夫那么了解。安明熙，你找茬是吧？不可理喻。安明熙为什么会让我同意这个游戏？小叔，给你个东西。我知道你喜欢刺激，怎么样？贴心吧？男人，电影院，心照不宣。小叔，姐夫，这也太过于刺激了吧！妹妹，你提议玩这个游戏，难道没想过这个结果吗？还是说，你对未来姐夫心怀不轨？那姐姐答应玩这个游戏，是不是基于未来小叔啊？一个游戏而已，没必要当真嘛。怎么可以不当真？既然是游戏，就是要遵守规则。那怀少今天晚上就是我的了。姐姐，顾总就是你的人了。遵守规则？姚大小姐为了玩，连最基本的底线都没有了吗？小叔，芊芊只是开个玩笑嘛，游戏我们可以玩，但是还是要遵守底线的嘛。底线是什么呢？玩玩，不用当真。怎么玩？小叔，我，芊芊分别待在一个房间里，谁先受不了，就算输。输赢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谁赢了，这2对耳环就归谁，怎么样？好，我同意。这明显就是顾怀在试探我们，你为什么还答应？是不是要找死？顾总，你还记得那天顾怀为什么敢带那么多记者来宾馆捉奸？你是说，这就是证据？对，就是这个耳环。
你还记得那天我们4个人在看电影，之后顾总和我在车里坐。说重点。那天回家，我发现耳环丢了一只。你猜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呀？当然是在看那对耳环。那些女人都唯你马首是瞻，到时候你把这耳环藏在那2个地方。可是男生藏耳环的环节，顾墨谦会不会不听你的？你错了，以顾墨谦的性格，根本不会参与藏耳环这些环节。可是阿环，你为什么觉得安明熙会因为那对耳环被咱们牵着鼻子走啊？因为他怕。你怕？你怕什么？顾总，我怕你因为我失去一切。我怕郭淮因为这件事不娶我。你以为就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会娶你吗？耳环现在在我们手里，他证据就没有了。只要我们今天什么都不做，他顾淮就无法捉奸。你以为有些事不想就不会发生吗？你是说顾淮会给我们下药？不然呢？我们先走。顾总，对不起。小叔，醒了。来，吃点早餐。所以，你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捉奸。小叔睿智，捉奸，捉一次就够了。那个画面，我想过，不过是闹得2败俱伤罢。你设计这些的目的呢？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小叔，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吧。你跟安明熙在一起是不是？我劝你实话实说，否则我不敢保证安明熙的安全。是。果然。所以，你做这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希望小叔能心甘情愿地把顾氏董事长的位置让给我。心甘情愿？就凭这些？当然不是。还有这个。这就是你的筹码？对。要么小叔乖乖把顾氏董事长的位置让给我，要么我就把这些照片发到网上，到时候小叔身败名裂，同样做不了顾氏董事长的位置，还要搭上安明熙的名声。安明熙呢？小叔放心，他暂时不会有危险。暂时，他危不危险，就看小叔你如何选择。你觉得这些照片放到网上，对我一个男人影响大吗？所以，我的筹码从始至终都是安明熙。你觉得我会为了一个女人放弃顾氏吗？安明熙，你可真是好命，居然有男人愿意为了你而涉险。你也配？看什么看呢？瞪什么瞪啊？小叔，签了吧，别犹豫了，你输不起的。小叔，外界怎么也想不到，堂堂的顾氏大总裁，竟然是一个痴情的种。不要！小叔，就算他安明熙没有生命危险，难道就忍心把这照片传到网上吗？底片在我手里，你撕了它又有什么用 ？baby， 你有什么资格骂我？别急，别怕。小叔，考虑的怎么样？你拿我威胁顾总，也太可笑了。我勾引顾总，从始至终就是为了报复，所以你觉得他顾总
会为了一个不择手段的女人就让出董事长的位置吗？韩明熙，你跟我小叔在一起，就为了报复我？不然呢？你睡姚芊芊，那我就睡顾墨谦呗。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跟你说。还不承认？你有照片，我也有。你调查我？你和姚芊芊两个人像小可爱似的，这种照片不是随处都能拍到吗？你要是敢把我们的照片放到网上，那这些照片也一样会到网上。韩明熙，你敢？我连顾墨谦都敢招惹，有什么不敢的？韩明熙，你就是这样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吗？怎么，你想挟恩图报吗？明熙，我们之前一直都很好。好了，顾怀，别再演戏了，我累了，不想再继续了。你什么意思？我们的婚约就此取消，从此桥归桥，路归路，各不相欠。操！快，顾怀，怎么回事啊？你连个人都看不住，女人！顾怀，我和你是合作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如果你要是再敢这样对我，那么我将会终止我们的合作。芊芊，对不起，你也知道我为了这件事儿费了多少心血，我连生日都没来得及过，我刚也是一时性急，才打了你的。那接下来怎么办？既然他顾墨谦不领情，那就只好撕破脸了。别信，你跟我在一起，真的只是为了报复顾墨怀吗？顾墨谦，我一个助理，名不名声都无所谓，但是你不行，所以我们注定没有结果。不然呢？顾总以为我喜欢你，还是说顾总喜欢上我了？他会喜欢上我吗？韩明熙，跟我玩火，可是会自焚的。顾总，做人要大度，所以你也是不喜欢我的吧？这样也好，也好。你好自为之吧。顾总，再见。顾总，希望你往后余生一切顺遂。韩明熙，我究竟该拿你怎么办才好？基因试验成功了，终于成功了！我们呀，总算没有辜负明总的在天之灵。是啊，终于可以迎接大小姐回家了。是啊，耶！给我出去！韩明熙，瞧瞧你干的好事儿，我们安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是姚芊芊和姐夫先搞在一起的，你为什么不骂他？你们为了这个女儿付出了很多吧？可惜到头来，姚芊芊不过是个工具罢了。爸，姐姐她得罪了顾家，我们安家以后怕是没有办法在云城立足了。韩明熙，你毁了自己就算了，还连累了安家，你给我滚出安家！就当我没生过你这样的女儿。安家女儿我也做够了，滚远点儿！上！你是说有人抢先把安明熙劫走了？我这个小说啊，表面上大度，实际上，不过，喂，齐叔，赵律师，大小姐，不好意思啊，之前考虑到您的安全问题，我们只能出此下策。这个呀，是您母亲为您留下的遗产转让书，您呀过目一下。大小姐，只要您签了这份转让书，明安集团就是您的。明安集团，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大小姐，明安集团可是您母亲毕生的心血。之前之所以一直碌碌无为，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研究一款基因面膜，而这款面膜啊，可以解决所有皮肤问题。它能让所有女人都变美？对，如今这款基因面膜已经面世，明安集团
已经随着这款基因面膜的上市而被人熟知的。报表上显示，我们公司这个月收入不太好，怎么跟上个月的相比，差别这么大？顾总，顾总，虽说我家安明熙把你当做复仇的工具，但你也不能绑架她。绑架？什么绑架？顾总，明熙是女孩子，你跟她睡了，终归吃亏的是她。求求你放过她好不好？安明熙，她不是顾怀的未婚妻吗？顾总，你怎么能和她在一起，还搞到了绑架的份上？绑架可是犯罪。顾总这样，怕是不适合担任集团总裁的位置了。我提议罢黜顾墨谦董事长的位置。罢黜我？谁能坐稳这个位置？我。你们觉得他可以吗？怀少才是顾家的嫡子，你一个养子，凭什么质疑怀少的能力？就是，鸠占鹊巢多年，是时候该物归原主了。那陈叔呢？你怎么想？他可是顾墨谦的亲信呐。墨谦，你做出这样的丑事，你不适合担任顾氏的董事长了。顾怀，这么看来，这些年你是在扮猪吃老虎了。跟聪明的人聊天就是省事儿。安明熙在哪儿？难道安明熙不是被他接走的吗？你只要交出安明熙，顾氏总裁的位置我就让给你。你们都出去。怎么，董事会不开了？董事长的位置不要了？我改主意了，我想要小叔手里的顾氏的全部股份。胃口倒是不小，只是你凭什么？安明熙，这么看来，原来那些董事都已经是你的人了吧？是。这么多年，从我这里骗钱来笼络人心，顾怀，你准备后面怎么办？小叔，你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吗？我不该质疑吗？怎么了？工程做到一半，突然发生了爆炸。联系张总了吗？张总电话一直打不通，他好像携款潜逃了。好，我知道了。你干的吧？不然呢？能骗我这么多年，你真的长大了。你终于长大了。你什么意思啊？顾氏的股份我会转给你，董事长的位置也是你的。看到那个密码箱了吗？密码是你父亲的忌日，里面有我早就拟好的股份转让书。你真舍得啊？这些对我来说不过是枷锁，有什么不舍？守了顾氏这么多年，也算是偿还了老董事长的救命之恩。但是你想要这些，我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要多少钱？确保安明熙的安全。你要安明熙？对，放了他。他不在我手上。你说什么？顾少，安小姐现在不在顾怀手中，她现在很安全。好了，顾怀，顾氏就交给你了，好好干。从今天后，我不再是顾氏的董事长，我只是顾墨谦，我将只为我一个人而活。明熙，等我。近日，一款基因面膜问世，迅速占领市场，各行各业对此非常关注。而研发它的明安集团也迅速成为龙头企业，市值直逼顾氏。顾墨谦，我终于走到你的世界。今天两位新人在此举行一生只有一次的婚礼，我代表神父问在场的众人，有人反对他们的结合吗？我反对。安明熙，你有什么资格反对啊？妹妹别急，姐姐只是看你和姐夫喜结连理，为你感到高兴，特意为你精心准备了一份贺礼。哎呦，我要拍下来！快录下来，录下来没有？天哪，你看，不许拍了！大家都看到了，若孩子还是我未婚夫的时候，就勾搭上了他小姨子。如今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我这个做姐姐的，自然是要祝贺他们的。安明熙，你真是个疯子，怎么不下地狱啊你！我掐死你！怎么，
敢做不敢认。安明熙，别以为你过来撒一次泼，顾怀就会娶你了，别做梦了。阿怀这辈子都不会娶你的。不对，是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娶你这么个下贱玩意儿。我娶。哼，安明熙，你说我勾搭我小姨子，可你勾搭我小叔叔，那这件事又怎么说？各位，第一，我看他顾怀早已和安明熙解除了婚姻，他入境可以另娶，明熙当然也可以另嫁。第二，我是顾家养子，可如今他顾怀早已把我赶出顾家，所以我根本不是你小叔叔。我跟明熙的感情干净纯粹，没有任何污点。顾墨谦，你说的可真好，可你是不是忘了，在你还是我小叔叔的时候，他安明熙就已经爬上你的床了？空口无凭，你有证据吗？安明熙，你有照片，难道我就没有了啊？看看这照片呐，这是怎么了？好香艳啊！你看看，这不还是他俩吗？怎么回事？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你，是你动了什么手脚，对不对？没错，是我找的黑客黑你的手机。顾怀，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怎么可能有这种本事呢？安明熙，你不要以为就这点小把戏就能把我怎么样。我是顾氏集团的董事长，就这几张照片，于我而言不过是风流韵事而已。而你竟然挑衅顾氏的董事长，简直是找死！来人，把安明熙给我拖出去！我看谁敢！哦，谁呀？我说我的好姐姐，你就算是要勾引，也找个年轻的呀。哼，这又老又丑的，能行吗？安明熙，你找一个穷酸破烂的糟老头子过来吓唬我，你没病吧？啊！对董事长的不敬，敢打！你敢打我？你想死啊！报仇！明安集团随时恭候。明熙，我们走。大小姐，您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事情呢？当然是为了钓鱼。哦，最近明安集团风波过盛，也有不少人是因为这基因面膜吧？就是这个顾墨怀蹦跶的最欢，可这跟您隐藏身份有关系吗？在顾怀眼中，我就是个为了钱不惜出卖自己的女人，但他为了得到配方，最好的方法，是不是收买我呢？大小姐，搞！安明熙，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你是我什么人？凭什么质问我？干什么？安明熙，你是我的人，我不许任何人碰你。其实那个，他是我手下一个业务经理。业务经理？不然呢？安总，那你还差一个小秘书吧？我不。那不，其实他需要。安总，这一块的数据好像有些问题。顾墨谦，你究竟想干什么？安总在吗？顾怀。安总，我们现在光明正大，又不怕。给我起开！顾助理，可要躲好了，否则明安集团就不欢迎您了。进来吧。顾怀，这么迫不及待想要报那一巴掌之仇吗？安总，您说笑了，我可没有那么小气。我今天过来想跟安总谈一笔生意。顾总想谈生意，难道不应该找齐总吗？
隔墙有耳，安总，这样吧，我们换个地方谈。好啊，那好，晚上见。安明熙，你可知道，你这是在玩我？顾助理难道不知道，我最擅长的就是玩我？顾总是想和我谈什么生意吗？安明熙，说吧，多少钱？安明熙，你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不就是为了钱吗？说个数，我都可以满足你。至于床上的快乐，那个男人不一定如我。顾总，你很懂我。做了你那么多年的未婚夫，多少是懂点的。那顾总找我来是想要精英面膜的配方？安总看来很懂我。不过顾总，我不要钱。不要钱？难不成你想成为顾氏董事长？顾总说笑了，我要的是顾氏集团15%的股份。且老齐虽然美女多，但给的真心不少。至于床上的快乐嘛，有了钱不就找到了吗？所以我只要股份。什么时候成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好，我还有一个要求。什么？你陪我睡一夜。安明熙，别装了，既然来这种地方赴约，难道猜不到吗？如果我说不呢？那安总合作的诚意就有待商榷。好，成交。顾怀，你真当我是小白兔吗？那我先去洗个澡。你怎么来了？怎么，还害怕我坏你好事？顾助理，你这样会让我很为难的。你不会真准备？你真以为我什么男人都下得去口啊？宝宝，洗好了吗？怕了。我顾墨谦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怕字。明熙，我进来了。你干的？不然呢？你属狗的。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这么玩？如果是和顾助理玩呢？怎么，你想让我在这里跟你？别，先办正事儿。让我来吧。吃醋了？他什么时候醒？差不多天亮吧。那他起来不会怀疑吧？我用秘密武器，不怕。我的头怎么这么痛？昨天我们顾总，你想赖账吗？可是为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呀？顾总，这个是赖不掉的。快躲起来！顾总，这屋子就这么大，你让我躲哪去啊？那怎么办呀？要不我从这跳下去？顾总放心，这是2楼，我摔不死的。行，那快去！顾怀，你敢背着我偷情，你活腻啊你！芊芊，听我解释，我真没有。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回家？我这不是加班晚了回去怕打扰你吗？真的。真的。对不起，阿怀，我错怪你了。顾怀，谁？我问你是谁？你跟我说是谁？芊芊，够了！姚芊芊，我告诉你，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你要是能过就过，不能过咱们就离婚。
对不起，我跟你保证，以后不会了。答应我，以后不会再冒险了。顾助理，你报够了没有？我一辈子都报不够。安总，你不会以为我要亲你吧？啊，别动，我现在什么都失去了，我不想再失去你。那就看你表现喽。放心吧，安总，我一定会表现得越来越好。顾墨谦，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这才是本来的我。哼！安明熙，啊，还不快跟上来！我爱你。什么？没事儿，走吧。这2份是我已经签好的股份转让书，这份是我找老齐偷来的基因面膜配方。那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好。顾总大气。还有这个，你把这个加进你们明安集团最新生产的那批面膜里。顾总让我下毒？你们明安集团的面膜不出问题，我们顾氏集团的面膜又怎会有机会？也不是不能做，只是明码标价。这份股份合同书只能换配方。再加1000万。2000万。来，成交。哼，顾总放心，这份毒我一定会让他安全着陆的。赔钱！大家别着急，黑心欠上，昧着良心卖这种面膜，害得我们全都毁容了，我们要求赔偿。为了赚那黑心钱，竟然不顾百姓的死活！各位记者都看看，我的脸都烂成什么样了！赔钱！安静安静！这件事情，明安集团不会置之不理的，我们会负责在场的每一位人的医药费，同时会根据大家受伤的不同情况做出相应的赔偿，请大家相信我，明安集团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合理的交代。近日，颇受喜爱的基因面膜出现了问题，还是顾总足智多谋。明安集团也因此陷入了危机。姚总，说笑了。对了，我们新的面膜什么时候生产结束？明天就可以问世了。明安集团不过如此。大家好，今天明安集团再次召开记者会，是要向大家澄清毒面膜事件。经过调查，毒面膜事件完全是一场误会。齐董，您说是误会，能麻烦具体解释一下吗？关于这一点，如果我来解释的话，没有丝毫的信服力，不如让那些所谓的受害者，让他们来解释。其实我的脸过敏不是因为这个面膜，是因为使用了别的化妆品导致的。我的脸会起疹子，是我不小心误食了过敏的水果。我的脸会红肿，是因为吃了过期的食物。这么说，毒面膜事件完全是一场误会了。那齐董，对于这件事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只想说，明安集团的基因面膜，它不会骗人，里面的所有成分都是改善皮肤的好东西。为此，我们还找了相关部门做了检验。这里是检验报告。我想顾怀看到这一幕可能会疯。那他可能疯早了。阿怀，不好了！怎么了？外面有一大群人表示，用过我们的新生面膜之后，出现了坏脸、烂脸，和之前明安集团那一群人一模一样。安明熙，我们上当了！敢耍我，我死也要拿他当垫背的。今日再次召开记者会，是想跟大家澄清近日的毒面膜事件。经过我们的调查，我们发现这件毒面膜事件完全是场误会。顾总，你也想说毒面膜事件是场误会吗？不是误会，而是阴谋。阴谋？顾总，你能展开讲讲吗？大家应该都清楚，我跟芊芊在一起之前，跟她的姐姐安明熙有过一段婚约。是的，我的姐姐深爱着阿怀，但是阿怀她只爱我，
不爱他，所以姐姐一直怀恨在心，不仅大闹了我们的婚礼，甚至还策划了一场阴谋。请问究竟是什么阴谋呢？我们故事新生面膜的配方是明熙卖给我的。真的吗？当时明熙来找我，说他研究出一款新面膜的配方，并再三跟我承诺，此面膜跟他们明安集团没有任何关系。我因为愧疚于他，答应使用15%的顾氏股权买下这个配方，可没想到却遭到了他的算计，用15%的顾氏股份买了一份有毒的秘方。我为我的眼瞎给各位道歉，也希望大家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一派胡言！我们明熙不可能为了顾氏的15%的股份而干出这种事儿。祁董，安明熙能为了钱出卖我，那自然就能为了钱出卖你。明熙不会。安明熙一个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出来的人，祁董为什么如此信他呢？难不成是因为床上功夫吗？闭嘴！他不会因为这些小钱出卖我，出卖自己，那是因为他才是明安集团真正的董事长。明安集团的董事长不至于为了顾氏的15%的股份干出这种下作的事儿。安明熙，你是明安集团的董事长？是。不可能，你一个被安家抛弃的女儿，怎么可能是明安集团董事长？顾怀、姚芊芊，你们俩不是一直都惦记着我母亲留下的遗产吗？那你的意思是说，明安集团是你母亲留给你的遗产？安明熙，如果你是明安集团的董事长，那么这一切不就更说得通了吗？啊？为了击垮我们顾氏，给我拿有毒的面膜配方，还用这个假配方骗走了我们15%的顾氏股份。安明熙，你好狠的心呐！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如果说话没有证据，我们大小姐要告你们诽谤。我怎么可能没有证据？这里有我和安明熙当时交易的视频，今天就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看清楚了吧？他明安集团为了击垮我们顾氏，不惜让董事长假扮小秘书给我下套，真是其心可诛。顾总讲的可真好听，只是恰巧我这也有段视频要跟大家一起看。哎，你看，小叔，两个同样的视频，到底哪边说的是？你想说什么呢？别怕，还有这个，是我刚从有关部门拿到的检验报告。这些报告可以说明，上面的每一个成分都不是有毒的，都是对女性皮肤有益的好处。这些东西，配合基因配方做出来的面膜，效果极佳，根本不可能出现中毒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大小姐给顾怀的是一张真的配方。我们明熙本想着把基因配方分享给业内人士，想着大家有钱一起赚，可是没想到却反遭人算计，真是一片真心。为了狗，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诬陷别人？你们解释一下吧，解释一下，解释一下，是不是假的？是不是假的？解释一下吧，解释一下，解释一下吧。给我滚！顾助理，你能否解释一下，假配方怎么变成真的了？因为齐总当时给你的就是真的。你料到顾怀会倒打一耙了？这个顾怀还真是走一步看三步。只是，既然这是真配方，怎么会有毒呢？他不是给了你一包毒药吗？高，大小姐，出事了！新生面膜之所以会出现差错，是因为负责做面膜的姚芊芊在制作过程中，为了偷工减料、中饱私囊，将好东西换成次品，最后导致面膜出现毒素，害广大消费者脸部中毒。顾怀这是想要甩锅给姚芊芊？顾怀，你还敢来安氏？你找死吗？现在安氏不姓安，姓顾了。
你什么意思？来，看看这个。这不可能！什么时候签的股份转让协议？顾怀，你个畜生！我跟你拼了！来人，给我把姚芊芊拖出去！顾怀，你丧尽天良，出口不入，你会遭报应的！女人。阿明熙，我要和你合作。合作？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合作？我用一个秘密换我们合作的机会。秘密？当年你落水，救你的人不是顾怀。你说什么？你听见了？不可能，那个玉坠我不可能认错。况且我醒来的时候，顾怀就躺在我身边。玉坠不过是他抢来的罢了。至于为什么在你身边，那是因为救你的人昏迷了，所以才让他有机可乘的。照你这么说，那真正救我的人为什么不来找我？因为他救你的时候昏迷了呀，失忆了，所以才不来跟你说的。谁才是真正救我的人？和我合作，等我们报了仇之后，我自然会告诉你。故事因为毒面魔之事，股价急速下跌，目前已经有多家公司提出和故事解约，故事的辉煌慢慢成为了过去。顾总，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呀？姚芊芊，我可没跟你说过不想在故事再见到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顾总，其实我对你呢，还是很有用处的。我的继父怎么说也是安明熙的亲生父亲，你说，要是让他去明熙集团盗取一些机密呢？我们家芊芊有主意啊。那我们故事永远都有你的一席之地。伯父，安董出去了，估计要等一会儿才回来。好，你先去忙，我在这里等你们安董回来。好的，伯父。哼，明熙，以后不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不会离开。谢谢你，母亲。哼，想进军海外市场，安明熙的胃口可真不小啊！如果我们能抢先拿下和他想合作的公司，那他的产业链就会断，不仅前期投入的资金会打水漂，想进军海外市场更是做梦。顾总别急，得等。等安明熙和那群外国人签订合同之后，我们再出手，会怎么样呢？签了合同却拿不出货，那明安集团怕是要宣布破产。对，芊芊，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福星可不敢当，我要做的是你的催命符。早啊，安助理。姐姐，你现在和顾墨谦不会是……不该问的事情别问。顾怀已经上钩了。他为了拉拢那些合伙人，不仅搬空了自己的资产，现在甚至还盗用了顾氏的储备基金。那他准备什么时候行动？等姐姐和那些外企签约之后。安总，顾怀他也不是个傻子，你要是不拿出一些诚意来，他可是不会上当的。姐姐，你是不是担心
那些合作商会变卦啊。姐姐，你尽可以放心。那顾怀以为父亲拿回去的那个文件上的价格呀，就是姐姐你的签约价格，那殊不知，那不就是个幌子吗？姐姐，你真正要拿的钱呐，顾怀啊，他拿不起的。那些资本家看的不就是个钱吗？姐姐，你能拿出更高的价格，他们自然是愿意和姐姐签约的。妹妹放心，我既然答应和你合作，就不会后悔的。那些外企合同我会去签的。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合同里的价格已经换好了，只是那几个老东西又有什么要求？他们说事成之后想要顾氏股份。一个破烂的故事，想要就送给他们。我让你调查当年我失忆的真相，调查怎么样？好像跟顾怀有关。继续查，我要知道全部的真相。是，顾少。所以当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近日有消息称，明安集团已经跟多家外企达成合作，双方已签订合同。你说那些老家伙同意跟我们合作吗？当然了，毕竟谁会跟钱过不去呢？对吧？现在明熙应该在得意洋洋吧？那就让他再得意几天。站得越高，摔得越惨。我希望到时候他还能笑得这么开心。各位叔叔伯伯，仔细看一下手里的这份合同，看看上面的成交金额比明安集团高出10%。我相信从这本合同上也能看出我们顾氏的诚意。如果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就签了吧。最近这段时间，基因面膜的成绩，想必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如今我也成功拿下海外市场，所以有钱大家一起赚。我邀请大家和明安集团一起走向世界。安总大气。所以这份合同大家就不用犹豫了。好。安明熙，祝贺你哦。慢着，姚芊芊，你发什么疯？刚刚得到消息，安明熙想合作的不是这帮人。什么？各位叔叔伯伯，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出了一些问题，合作的事情可能要取消了，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好吗？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绝对不能让安明熙签约成功。他在哪儿？带我去阻止他。哎，安明熙不会听我们的。那总不能眼看着明安集团骑在我们顾氏头上拉屎吧？为今之计，只有……你舍得？又不是亲生的，有什么不舍得？行，就这么办。慢着，慢着，顾怀，你以为你是谁？竟然阻止我签合同？虽然我是阻止不了，但是他呢？姚芊芊，你竟然敢！我有什么不敢的？安明达又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可安明达虽然是我的亲生父亲，却将我弃之不顾，我又凭什么为了他放弃签合同？大家听到了没有？一个人如果连自己亲生父亲的安危都不顾的话，这种人能合作吗？安明熙，求求你，救救爸爸，救救爸爸！各位对不起，我们下次再找合适的时间签约。顾怀，绑架是犯法，你知不知道？又不是我绑架他，是他姚芊芊。啊！开门！这什么声音啊？
姚芊芊，你这个贱人！姚芊芊，等老子出去了，我一定要弄死你！父亲高明，恐怕安明熙到死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被玩死的。一个破烂的故事，想要就送给他们。定时炸弹的事进行的怎么样了？按照父亲吩咐，已经在黑市找到卖家了。要不是安明熙不听话，我这个做父亲的也不会做得那么绝。是他自作自受，不怪父亲心狠。不过我要感谢我的好女儿，她把明安集团留给了我。安明熙，祝贺你哦！安明熙，爸爸为了祝贺你，准备了礼物，希望你能够喜欢。我的好女儿安明熙，下辈子见！安明党，你凭什么坐董事长的位置？就凭我是明安集团董事长安明熙的父亲，明安集团创始人是我的妻子。赵律师，安明熙去世之后，他的遗产第一顺序人不应该是父母吗？赵律师以为自己不说话，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吗？我知道，大家对我当董事长有异议。我这儿有一份合同，大家看完了，会不会安心一点？安董，之前说好的顾氏的股份呢？自食一并给大家的。好，大家仔细看看这份合同，这份是明熙去世时给我留下的股份转让合同。你怎么可能签了这份合同？我自是为了完成明熙的遗愿，要是没有我这份签的合同，随之而来的巨额赔偿就会使明安集团陷入绝境。明安集团能有今天的规模，都是大家的努力付出。我相信大家应该不想看着明安集团破产吧。所以我做明安集团的董事长，大家没有异议吧？我有异议。我带你走。我有异议。安明熙，你不是……我不是什么？我不是死了，对吗？我的宝贝女儿，你没死，爸爸太开心了。既然爸这么想，想必不会抢女儿的明安集团，对吧？我的好姐姐，你能活着回来，大家都很开心啊。但是这个合同是爸刚签下的，就算爸不能当董事长了，那明安集团董事的位置，总该有爸的一席之地吧？安伯父，恐怕不能让你如愿了。顾墨谦，你一个外人，这是我们的家事，跟你没关。各位，这里有2份资料，一份证明安伯父在黑市做交易，另外一份证明你当时按下定时炸弹，意图杀害明熙的证据。安伯父，恐怕你要去监狱走一遭了。安明熙，你如果把我送进监狱，我会让你们跌入谷底。你做了什么？我只不过找了几个黑客，对你们的股市做了点手脚。如果那些黑客接到我入狱的消息，他们就会攻击你们的网站，你们将成为我的陪葬品。你，baby，你想要保证明安集团，首先保证我的安全，是吗？黑客是吗？股价回升了。不可能，他们是顶级黑客，不可能的。我已经报了警，你的那些顶级黑客估计这会儿已经被抓进去了。墨谦，你太厉害了。妹妹，要去哪儿啊？姐姐，这里也没我什么事儿啊。是吗？可是我这里还有很多你的事。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姚大小姐到底是怎么在黑市做交易。顾墨谦，我想我可能快要死了。
想在死之前再见你一面。他们都说，死之前最想见的人，就是最爱的人。顾墨倩，顾墨倩，我想我是喜欢上你了。顾墨倩，我喜欢你。七叔，赵律师，这交给你们了。明熙，明熙，明熙，明熙。临死的时候跟我表白，现在活过来了就变心了吗？不要以为被人看穿了心思很丢人，反正是我喜欢你更多。姚芊芊，当年救我的人究竟是谁？你要是把我从这儿救出去，我就告诉你。你做梦！顾怀已经死了，现在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要是不救我，你就别想知道。只要找到当事人，一切便会真相大白。没有我，你觉得你能找得到吗？事在人为，明熙，我们走。明熙，你永远也别想知道，当年是谁救的你。安明熙，你永远也别想知道，当年是谁救的你。安明熙，听首歌吧。顾墨倩，我想我是喜欢上你了。顾墨倩，顾墨倩怎么了？顾墨倩，我喜欢你。顾墨倩，来啊！小叔，小叔，求求你救救我！会有人救你的。小叔叔，小叔叔，小叔叔！别跑！顾墨倩，你为了一个女人舍弃我，把我害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顾少，我们的人调查到，当年是你救了明熙小姐，怀少当时抢了你的功劳，打晕了你。他当时想杀我？是，他打晕了你，抱着安明熙小姐离开了，多亏顾老爷救了你。这么说来，顾老爷子也知道当年真相。是的，他眼睁睁地看着怀少抢你功劳。这么看来，顾老爷子终归是爱子心切。下去吧。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就去和明熙说出真相，他真的会相信我吗？小叔，当年安明熙落水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当年我已经知道了，当年是我救的明熙，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小叔，池儿当时年少，才干出这样的蠢事儿。小叔，你看在我爸的份上，再原谅我一次，好吗？你去给我做一件事情，这件事就过去了。什么事？去安明熙的面前，告诉他当年的真相。好啊，小叔，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好好作证的。你是谁？怎么会有这个玉坠？你是顾怀？你不是死了吗？既然没死，当然是被人救了呀。谁救的你？你不是已经猜到了？是顾墨谦。
你猜我亲爱的小叔救我为什么不告诉你？因为他想让自己成为你的救命恩人。你胡说！这样，你这一辈子就都只属于他一个人，谁都没有办法抢走。你现在是明安集团的董事长，拥有你就等于拥有整个明安集团。你闭嘴！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他为什么要救你？让你直接死了，不是更方便吗？因为他不知道当年那件事情的真相，想从我的口里知道所有的细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伪装成你的救命恩人。最重要的是，他还需要一个人证。人证？他哪天突然跟你说自己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会信吗？所以他留我一命，毕竟我是最好的人证，不是吗？因为他想让自己成为你的救命恩人，所以他留我一命，毕竟我是最好的人证，不是吗？明熙，你怎么魂不守舍的？是不是还在想怎么找到自己的救命恩人？莫谦，你为什么最近总是提我救命恩人的事？因为我……莫谦，我不去想他了，你也不要再提了好吗？可是，明熙，我就是你的救命恩人。他哪天突然跟你说自己是你的救命恩人？明熙，明熙，明熙，因为我失忆了，我不记得当时那段事情。当时被顾怀砸晕之后，再次醒来就失去了那段记忆。他还会按照姚芊芊告诉你的那样，假装失忆。那你现在恢复记忆了？还没有，但是我可以带你去找顾怀，他可以证明我就是你的救命恩人。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他会带你来见我的。不要再说，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明熙，明熙，你怎么了？没什么，就是突然，你说你是我救命恩人，一时接受不了。明熙，你听我说。莫谦，你刚刚说带我去问顾怀，他不是死了吗？是我救的他。为什么？他的父亲对我有恩，我不可能眼睁睁看他去死。我说你为什么救人不告诉我？他那么对你，我怕你知道我救了他，心里不舒服。莫谦，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明熙，你怎么了？没什么。你不是说要带我去见顾怀吗？顾怀，你告诉他，是不是我当年救的他？明熙，我说的都应验了吧？你废什么话？赶紧说！这回你该相信我了吧？是我才是你的救命恩人！你说谎！你是不是想找死？说谎的是你，明明我才是救明熙的人，可你为了得到明安集团，谎称自己才是明熙的救命恩人。你放屁！明熙，你相信我的，你相信我的，对不对？对不对？我信，我信莫谦不会骗我。明熙，谢谢你相信我。莫谦，我们在一起经历那么多，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外人挑拨离间了？是我多想。给我撒开！撒开！明熙，我才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看，你仔细看清楚，当初救你的人是带着这个吊坠的呀！顾怀，当初要不是看在你父亲的份上，我放过你，可如今看来，你简直不可救药。放过我？你口中的放过我，就让我现在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吗？顾怀，你变成现在这样，完全是自作自受。关莫谦什么事？况且
要不是莫迁救了你，你早就被姚芊芊炸死了。当时你跟我在一起，凭什么你完好无损的，我的腿却废了？都怪顾莫迁，是他救你不救我，才导致我现在这个样子的。如今看来，监狱才是你最好的归宿。明熙，我们走。韩明熙，韩明熙，韩明熙，我要杀了你！莫迁，莫迁，莫迁，莫迁。不要，莫迁，救命！救命！莫迁，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明熙，我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你想起什么了？我想起来，当年。太好了，太好了，你终于想起来了。明熙，其实有一件事情一直想告诉你。什么？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我知道，我也喜欢你很久了。要比你知道的更久一点。从我们第一次开始就喜欢我了？更久一点。从我做你助理开始？再久一点。我们之前见过吗？我当年被顾怀砸伤之后，是顾老爷子救的我。很巧，我们当时住在同一家医院。明熙，该回去了，不然累着了。走吧。好。所以，你当时才会控制不住和我还以为顾总是贪欢呢。安助理，以我顾墨谦的身份，还缺女人吗？顾助理，你是不是忘记自己现在什么身份了？顾少，华尔街有一个项目，请您过目。顾少，华尔街项目，你到底是谁？顾少是 W 公司创始人 W1。W1， 那个声音遍布全球的顶级富豪。所以，安助理，我还是你的顾总。